如果来一场广东人的耐辣测试，韶关南雄人一定会以一隅之力拉高全省平均值。南雄群山北绕，湿气长治，嗜辣由来已久。而和江西交界的梅岭，更有一道菜因辣到极致而出名，以至于上千米公路旁全是同名餐馆。养足80天以上的走地鹅，本地的朝天椒、鸡爪姜，不掀盖儿，鹅肉的香味儿已经溢出，浓郁的肉汁还来不及细品，本地朝天椒会辣到脑仁酥麻，口舌生火，特殊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，再大一盆也能很快见底。这里面的馋虫引子，正是本地的辣椒和姜。这道菜正是23年前47岁下岗创业的肖祥华研制出来的。你这样提早将来的，一直用这个酱。鹅肉下锅后打散，让每块肉都用热油包裹。特别的是，锅盖似起似落，很有讲究。盖最少盖4到5次，盖了第3次了。最辣的甜辣的辣椒。鹅的特殊香味儿，正是因为这8种老肖研究的中药材8味中药，老肖研究出来的。反复焖煮之后，还有一种辣椒最后登场。这本地的辣椒，就是给老百姓的，刚到好吃的，下来蒜苗更香啊。用柴火烹饪的鹅王汤汁异常浓郁。哪怕首创的梅岭鹅王已红遍韶关。今年70岁的老肖，自开店那天起，每天早上都是6点准时出门买菜，风雨不改。卖多少钱，老板娘？卖多少钱一斤啊？你拿2块钱。在当地的菜农眼里，采购大户肖祥华是男神般的存在。都唔要嘛？我怕洗澡的个海啥？新鲜辣椒只是调色，嗜辣的南雄人知道，辣的秘密就藏在本地的干辣椒里。至少就26块钱吧。26啊？哎，就25嘛，我唔使包过来。25还得冇什么钱，所以。哎呀，煎饼的就做。年年都做生意哦，年年都人没做1年嘅生意。因为嗰個你曉得嗰個行情係咪？嗰啲生意好難做。去改整合哈。应该做价格嘞，老板。做价，放肆10元。这个辣椒是最好的。用最好的材料，压最低的价格，就是老肖的生意经。往常采购完，老肖都会直接回店。做餐饮守店是常态，但今天他交代了一声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好，老赵，要好久不见了，呀，那我用了这几位啊。暗喉啊，太黏了，上不了市。给姐姐报到扣了就可以啊。南雄水塘密集，适合鸭鹅的养殖。在肖祥华的影响下，梅岭鹅王开始成行成市。能让周边的乡亲们跟着致富，老肖很是欣慰。本来打个电话就可以送货，但他喜欢来现场把关。我掉。给姐姐舞蹈课了哦，要保质保量。哎呦。一道美食带动了周边民众致富。肖祥华刚开始创业，也经历过经营不下去的困境。一路开的是第1个月、2个月，那基本上保不下，3个月2天都卖不完。我老婆当时就叫我不要开了，自己的房子怎么不要开？回不了本。没有任何的餐饮经验，之前一直做泥瓦匠的肖祥华心想：难道就这么放弃吗？
他开始琢磨客人们的需求当。时做的时候，好多客人就向我反映啊，老乡这个我补个辣呀，加辣一点。客人说一句我就改一次，客人说一句我就改一次。96年、97年刚刚做开来了，每天都100多部车，摸到头都飞掉，有什么用啊？我看到那个车子大家就在那罢了。慢慢的，鹅王越来越辣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周边但凡爱吃辣的食客都会慕名而来。辣就对了，来。店里都是家里人帮手。肖春林是肖湘华的小儿子，今年32岁。大学毕业后在外打拼了2年，直到2010年，肖湘华才把儿子叫了回来，希望小儿子能接他的棒。客人投诉多啊，不好吃啊，投诉多了爸就骂啊。一开始觉得会很容易，没想到这么苦。在老爸肖湘华的教导甚至骂声中，肖春林用了整整1年的时间，才掌握了手艺的精髓。直到再次得到顾客的认可，老肖才放心把厨房交给了儿子。看看这老了要退下来谁了？今天是中秋节，老肖家里也准备了南雄人节假日的标配饺里糍。用黄栀子水来调白粘米，搓成圆形薄片，做成饺子皮。最特别的是馅料，不论里面包什么，当地人都会再配上辣椒馅儿。在学校没有吃饱吗？口辣心暖，正如桌上这盆因辣成名的鹅王，香辣之中深藏滋补，暖了家人，也暖了乡邻。节日快乐！祝爷爷身体健康。